惊动美国总统拜登 F-15E 战机首战告捷。近日呢，美国总统拜登亲自拍手叫好，祝贺美军 F-15E 战机在前几天成功帮助以色列拦截多架伊朗无人机。拜登在讲话中呢是称赞飞行员是全世界最棒的。F-15E 战机究竟有什么本事保护以色列？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保护又将如何影响伊朗和以色列的争端？今天大兵来和各位聊一聊。2024年4月15号，美国总统拜登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文，对第494中队和335中队的飞行员进行公开表彰。拜登还配上了原声视频，和飞行员共同庆祝行动成功。拜登赞扬了 F-15E 飞行员在近期行动中保护了无数以色列人的生命，他为飞行员们感到骄傲。而根据报道，在4月13号凌晨开始的伊朗导弹袭击中，伊朗及其影响的武装总共向以色列发射了170架自杀式无人机和120枚中程弹道导弹，以及30枚对地攻击巡航导弹。以色列国防军称，伊朗发射的无人机中包括数十架见证者136无人机，这是伊朗本国研发的一款自杀式无人机。该款无人机呢由螺旋桨驱动飞行，只配备一台50马力的活塞发动机，导航系统也只是民用的 GPS 和简单的惯性参考系统。该款无人机可以直接从卡车上快速发射，无论是在制造还是使用成本上，价格都非常低廉。在俄乌战争中已经有较多的实战案例了。见证者136的性能虽然算不上先进，但由于其造价低廉，就算作战时命中率不高，也足够让敌军头疼了。在交战过程中，只要有一架能够命中敌军目标，就能够值回其他被击落的无人机价格。而在这次伊朗袭击事件中，协助以色列防卫领空的美军部队主要是2个 F-15E 中队。有美国高级官员接受采访时称，2个战机中队合计拦截了70架伊朗无人机。F-15E 战机代号攻击鹰，是美国在 F-15 战机基础上开发的衍生型多用途战机。该型战机着重强调了对地攻击能力，能够深入敌后打击敌方地面目标，同时它又保留了较好的空对空作战能力。作为一款双座型战机， F-15E 的后座变更为了武器系统官专座，其中搭载了4具多功能显示器，可以显示雷达、电子战以及红外线感测器等战时信息。在这次拦截伊朗无人机的行动中， F-15E 战机配备了狙击手 ATP 高级瞄准吊舱。该型号吊舱呢，可以远距离探测识别小型目标，并对其展开自动跟踪和激光锁定，能够支持所有激光和 GPS 制导武器，对多个固定和移动目标进行精确打击。可以说，只要 F-15E 战机还在中东地区部署1天，伊朗想要依靠低成本武器打击以色列，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伊朗方面呢，如果了解到美军出动了 F-15E， 必定会忌惮以色列拥有的防空手段，这无疑会给伊朗下次的袭击构想带来压力。而对于美国和以色列来说呢，伊朗的无人机威胁度已经大幅下降了，后期要考虑的则是拦截伊朗无人机的成本问题了。毕竟一枚空对空导弹的价格可要比伊朗的无人机高多了。首先来关注一下中东方面的动态。根据美国国会山日报网站的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前司令弗兰克·麦肯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美军提出警告，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之后呢，美军分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的部队都可能会成为伊朗派系武装力量的攻击目标。大兵认为这个警告只是例行提醒，因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力量存在并非1天2天了，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也一直都很好。伊朗如果真的有袭击美军的想法，也一定早有专门的方案，倒不是美国注意一下就能解决的事情了。而就在国际社会等待以色列对伊朗的进一步反应时，出访德国的约旦外交部部长萨法迪又在4月16号发表新观点，称以色列政府正在设法升级与伊朗方面的摩擦，从而达到转移外界对加沙地带注意力的目的。这样的想法呢，其实有一定道理。以色列究竟要用什么办法反击伊朗是一方面，
而在舆论上如何对待伊朗的袭击，又属于另一种战略考量了。萨法迪在发言当天呢，与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格在柏林举行会谈。他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约旦反对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升级，但以色列总理正在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其实，约旦外长做出这种表态不是没有理由的。根据西班牙《世界报》网站报道，约旦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当晚，几乎成为了以色列的盾牌。有大量将以色列作为打击目标的伊朗导弹从约旦首都安曼上空过境。作为伊拉克、叙利亚和以色列等国的邻国，约旦呢并不想卷入任何一场冲突。约旦为了保护本国安全，在冲突当晚不得不拦截了多枚伊朗导弹。在大兵看来啊，这的确是夹在中间，有点无奈。而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以色列先前为了防御伊朗方面袭击，光是其本国就花费了1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美国方面消耗的军事资源。战争一旦开打，其带来的经济成本那是惊人的。不论是在中东地区还是俄乌战场，充足的资金都是完成作战任务的保障。据媒体报道，欧洲理事会近日在探讨2025年预算编制指导方针时达成共识，欧盟将会对军事财政方面做出资金倾斜，继续为乌克兰提供战争支持。欧盟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其会和合作伙伴一起为乌克兰提供财政援助，并帮助乌克兰完成恢复和重建。根据欧洲理事会的数据，从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截止到2024年3月，欧盟财政为乌克兰动员的财务总值已经达到了980亿欧元了，其中涵盖了3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欧盟军事援助团为乌克兰军队提供的训练成本。不过，对于乌克兰当局而言呢，欧盟援助的落地速度或许还是不够快啊。大兵倒也不是怀疑欧盟方面对乌克兰的重视，毕竟欧盟有许多国家构成的，而国家内部呢又有不同的政治意向。就算大家都想帮乌克兰，将各种想法综合成具体方案，也会有一段程序要走。不过，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已经对西方社会发出警告了。由于西方近期对乌克兰军事援助放缓，俄罗斯正在利用乌克兰武器装备没有及时得到补充的窗口期，谋划一场夏初反攻。乌克兰国防军事情报部门也明确表示，俄罗斯正在将每月导弹生产量提升到40枚，并在夏天到来前对乌克兰发动2到3轮袭击。为了这场夏季攻势，俄罗斯紧急动员了15万名士兵。如果把时间放宽到2024年底，俄罗斯很可能会动员50万名士兵。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局长基里洛·布达诺夫对此作出判断，俄罗斯很可能会在5月底6月初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的大规模进攻。乌克兰政治军事分析师亚历山大·科瓦连科还对半岛电视台强调，俄罗斯之所以要等到夏季才发动进攻，是因为克林姆林宫刚刚结束了关于总统选举方面的工作，普京不想在总统选举期间发起紧急动员令，这样会激化民间对于政府的不满情绪，容易让其处在不利的国际舆论位置上。大兵认为，乌克兰对于俄军新一轮攻势的担忧并非捕风捉影，因为俄军最近不断在战场上投放新式武器。根据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在4月17号举行了一次新式武器报告会，有关部门在莫斯科爱国者会议展览中心为国防部部长绍伊古介绍了来自18家军工企业的30多件新式装备。其中呢，包括用于物资运输和人员疏散任务的多用途机器人车辆平台，以及安装在轮式和履带式底盘上的一系列机器人多功能平台。绍伊古在报告会上亲自测试了一款特种作战车辆，该车辆将被用作从前线疏散伤员。绍伊古还作出指示，要求相关部门尽快为前线提供新式武器。俄罗斯国防部则在17号发布消息称，在5月底之前，俄罗斯武装力量就能够得到整整30个新型运输车辆平台。大兵觉得，俄罗斯加快新式武器部署，就是在为了即将到来的攻势做铺垫。那么说到俄军新式装备，就不得不提神秘的海龟坦克了。据国防博客网站消息，俄罗斯军队在近日的俄乌战场上再一次部署了被称作海龟坦克的实验坦克。
所谓的海龟坦克呢，其实是一种临时覆盖棚式钢结构的坦克。除了最具特色的龟壳之外，这款坦克呢还配备了 EW 电子战系统，用来防御乌克兰方面的自杀式无人机。这已经不是海龟坦克第一次现身了，之前就有报道说，俄罗斯投放的初始型海龟坦克已经被炮火摧毁了。这款新坦克的残骸最后在乌克兰东部的克拉斯诺霍里夫卡附近被发现。现在出现的海龟坦克比之前被摧毁的那款相比呢，很可能是经过改进的型号。这种坦克将主体完全隐藏在类似棚屋的钢制装甲内，只有部分感应天线从结构顶部伸出，这表明坦克装备了电子战系统。虽然关于龟壳装甲的参数资料仍然很少，但很明显，包围坦克的钢结构不仅防御了外部攻击，也极大地阻碍了坦克在作战期间的态势感知、火力攻击范围和移动状态下的机动性。对于这种坦克的实战意义，大兵觉得俄罗斯也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俄罗斯除了在战场投放新型坦克之外呢，还在导弹袭击方面加强了针对乌克兰的攻势。根据德国新闻电视频道近日报道，乌克兰前线军队日益严重的网络赌博问题已经成为了乌克兰社会热点。早在3月29号，乌克兰第59旅士兵彼得里琴科就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个人网站申诉，他呼吁总统在战争期间实行战争法，并且限制士兵进入到网络赌博场所赌博。彼得里琴科甚至提到，那些网络赌博网站会使用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标志做广告，赌博成瘾的士兵甚至还会为了赌博去借钱，让全家人跌入债务深渊。有些士兵呢，为了凑钱，还会向当铺当军用无人机和热成像仪，这不仅导致了军队装备缩水，也影响了乌军作战效率。乌克兰议员阿列克谢·贡恰连科甚至表明，前线士兵里有超过90%的人都参与过网上赌博。目前泽连斯基已经责令安全部门分析情况，并且制定解决方案。不过大兵倒是觉得，乌军内部的赌博现象也并非完全不通人情。乌军前线士兵的工资就其本国经济水平而言确实较高，每月大约是有2500欧元了。那些每天面临死亡风险的未婚士兵既花不了这么多钱，也不知道自己以后还有没有机会花钱。而且对于乌克兰而言，网络赌博产业为国家带来了巨额国防税收。在大兵看来，乌克兰应该是不会彻底封杀赌博产业，但大概率会约束部队风气。其实美国在南美洲地区的军事影响力也不仅体现在这次阿根廷方面的动作上。就在阿根廷与丹麦签署 F-16 战机订单的前一天，美国政府还为厄瓜多尔超级巨嘴鸟恢复计划捐助了1000万美元。厄瓜多尔超级巨嘴鸟计划的主要内容呢，是由官方投资5680万美元，维修仓库里废弃的 A-29 超级巨嘴鸟战机。厄瓜多尔空军呢，目前是拥有18架 A-29， 这些战机驻扎在曼塔空军基地，被编为2个中队，一个负责边境防御任务，一个负责镇压叛乱活动。A-29 超级巨嘴鸟是1999年问世的轻型螺旋桨战机，在其他国家主要被用作高级教练机。大兵认为厄瓜多尔政府还是比较理性的，武器什么的，说到底性能够用就好。一个国家呢，也不能忽视自己的自身经济状况，盲目追求昂贵的新的武器。对于本期军情消息，不知道各位还有哪些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